大家好，我是刘凯欣。今天非常的人奇，为什么嘞？哎呦，谁的电话响啊？今天就非常的人奇啦，为什么嘞？因为今天就是 Sony A7S III 的 official announcement 啦，所以全部在这里一起打开 YouTube 一起看。没错啦，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及时的 reaction 跟 comment， 对于这个 announcement， 对于这个新机有什么感想，也为大家整理一下它新的 feature 跟 specs 哟。OK。History time， 在我很久以前开始接触到专业相机的时候，是我还想当年爆吹的时候做 talent 的时候，那时候就有默默的注意到，DP 的相机是嫩的哦，慢慢转成 Sony 了哦，包括这一架 Sony A7 III， 还有这个6400、5100，我的。ZV-1， 我的，没错啦 ，Sony 现在就充斥着整个市场，包括我都被它俘虏了。到底是为什么？人慢慢从转成 Sony 嘞？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传奇啦。Sony A7S 的第一代播出来的时候，它的 official video 就哇，非常的吓到人哦。就是这一个，明明是暗的一个 campfire， 你把它的 ISO 调高，就变得哇，像白天一样。我们要现在示范 ISO 有几强大吗？现在是完全没有光的一个状态 ，ISO 是800，我们慢慢调高去。看到吗？我已经看到我自己了。哇啦，这个是 ISO 多少？51,000。51,000就可以这样子啦。好吧，把灯打开。重点来啦，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主题 ，Sony A7S III。哇，这个名字很溜怎么办啊？A7S III 很长有没有 shortcut 的 ？A7S。OK， 好，重点来啦，现在就要正式为大家介绍这个 Sony A7S III。这是一个 flip screen 的相机，到底它有几 flip screen 呢？6400最厉害的啦，就是它可以这样子起来了。可是我想要从旁边拍，哎呦，看不到哦，看不到。我新买了一个 ZV-1， 没错，就是跟 A7S III 一模一样的这个 flip screen， 如此的方便，所以这里拍 vlog 也是很简单，哈哈。我想要拍 flat lay， 我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 flip screen 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我相信大家用 Sony 的应该都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flip screen， 它就算有 touch screen 啊，也只能用来 focus 而已。可是 Sony A7S III 每次讲到这个我就很怕，每次讲错。可是这个 Sony A7S III 它的 touch screen 是可以 fully function 的，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通过这个 screen 来 touch。为什么会觉得很方便呢？我为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我每次在自己拍我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有点太暗了，我就要这样子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有吗？你们是这样的吗？没有，我 set 好了。我这样子开。这样子按，然后那个左右又很难分辨哦。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这样 touch screen 哦，我就可以这样子按了。除此之外，这个 Sony A7S III 它是 best 4K images， 到底有几 best 呢？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拿在手上。可是呢，稍微有一点比较失望的是，因为现在已经很多相机都出了 6K、8K。希望 Sony 也很快的可以出它的 6K、8K。OK， 它的 4K 呢还可以拍到120的 frame rate per second 哦。因为呢之前的相机 4K 都只有25 frame rate per second， 你再也 set 不到其他的 frame rate 了。可是这个拍 slow mo 的时候还可以 4K， 是一个非常棒打的东西哦。可是呢，它稍微会 crop 一点点啦。你介意吗？我不是很介意啦，因为 4K 嘛。那至于 Full HD 呢，就可以开到240 frame rate per second 啦。哇哦！颜色的方面呢，它也从8 bit 的 upgrade 到10 bit 啦。8 bit 跟10 bit 的差别在哪里呢？请上图。我为大家比较白话的解释一下啦。8 bit 呢，基本上就是直男看口红的眼睛10 bit 就是女生看口红的眼睛8 bit 呢，只会看到红咯。橙咯，蓝咯，可是10 bit 就可以看到烂番茄色、玫红色、
还有什么口红颜色我都不是很懂啊。大红色、辣椒红啊，就是这种东西啦。这个8bit、10bit 的东西呢，在你拍天空的时候是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因为10bit它可以更加细腻的把这个颜色给更好的一层一层一层的颜色可以晕染出来，看起来更加的 smooth 啦。Dynamic range 呢，它也从原本的12变去15咯。Dynamic range 代表什么意思呢？在一个画面肯定有暗有亮的嘛，在你更好的可以把一个 stop 一个 stop 一个 stop 更多的 stop 展现出来的时候，暗就有更多层次的暗。亮就有更多层次的亮，就更美了。最好的 example 呢，就是说你的人在 indoor， 然后拍到一点 outdoor 窗口外面的样子。通常你的相机如果是烂的话，你就知道后面一定会曝光了。either是选择外面看到脸太暗，或者是看到你的脸外面曝光啊。可是如果你的曝光对。外面曝光，或者是，要不然呢，就是外面是看得清楚的，可是你脸就是暗暗的。可是如果一个好的 dynamic range 呢，就是你的脸跟外面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15stop 是非常劲的哟。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到16bit 的 raw external recording， 也就是说这16bit 的 raw 可以给你做到更好的后期调整哦。那 Sony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 low light 的效果是棒棒哒。那从第一代开始的 A7S 啦，它的宣传片就已经非常的震撼人心，因为它是在海边拍的，而且当时是晚上，可是还可以拍得很像白天一样。哇，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个 video 是相当的风靡的，就哇，晚上都可以拍到这样的东西。没错啦，今年的宣传片还是一样找回以前的 Philip Loom SDP 去拍出一个宣传片，还是选择在同样的一个场景，我好像是不是非常的有怀念的感觉？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在这个宣传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在暗暗的情况之下，它还可以拍到120 frame per second 的 slow mo 哦，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来的。为什么呢？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因为120 frame per second 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 shutter speed 至少要乘2，对多少？240的 shutter speed。240的 shutter speed 就是说那个 shutter speed 是很快的，它收光的量也是很小的。这个时候呢，你的 ISO 就要把它调高啦。ISO 调高，你拍出来的画面才会亮。可是这个时候呢 ，ISO 越大 ，noise 也会越多哦。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宣传片里面看到的 noise 这么小的嘞？整个画面都是非常的 smooth 的哦。我很期待把它拿在我手上，然后真的是试完看，把那个 ISO 开到最大，是不是真的这样 smooth 呢？而这一次的 Sony A7S3 呢，它的 Auto Focus 还有更多的 setting 哦，在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它这样子 Shift Focus 的 speed 啦，它整个的顺滑度都可以调哦。还有它有一个新的Active Mode 的 Stabilization， 它稍微是会帮你 crop 一点啦。可是我相信这个 Stabilization 是比以前的 5 Axis 还要厉害的。Once again， 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机，真的实测一下这个 Active 东西厉不厉害。可是呢，我新买的 Sony ZV-1 有这个功能哦，哈哈哈！我为大家来示范一下 Active Mode 是什么样子的哟。我在这里就可以选择到 Steady Shot 这个东西啦。这个 Active 的话，我把它打开，你会看到，真的顺很多哦，整个 Stabilization 都很不错。当我把这个 Stabilization 转成 Standard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放大了。没错 ，Active 果然是有 crop 了一点。可是为什么会需要到 crop 呢？没错啦 ，Stabilization 的意思就是说，它拍到的这个画面跟上一个画面来做比较，然后打到中间，不摇的样子。可是呢，周围就必须要 crop 掉，来保持那个画面保持在中间一样的位置咯，达成 stabilize 的感觉，是不是听不明白嘞？可是不用紧，我下一集会为大家示范什么是 stabilize。Next， 它也是减少了它 rolling shutter 的这一个问题啦。什么是 rolling shutter 嘞？你有所不知啦。当你的 sensor 在 sense 到一个画面的时候，它是就会有一条线这样，好像 scanner 这样 scan 下来的。可是当你的画面这样子摇动的时候，它就会跟这个 scan 的东西形成一个对立的方向，所以你的画面就会有一点 distorted 啦。在这个新的 Sony A7S3 里面，它就改善了这个状况。我猜是因为它的 read write speed 都已经有所进步了，所以这个scan 的 speed 就变得更加快，你的画面就减少了很多 distortion。现在我为大家来示范一下 rolling shutter 是什么问题。来。
最后呢，它的卡有 dual card slot 哦，一个是 CF Express Type A， 一个是 SDXC 啊。这个 Type A 呢，它是可以很快的 read write 你的 memory， 可是它好贵呀，64GB 的东西竟然要600多块，比起原本普通的高出了6倍多的价钱。哇，这一架机呢，它的 slot 有2种哦，也就是说你可以放2个 SIM card，也就是说，你可以放2个 memory card， 而且还可以是不同的 format 哟。As a conclusion， 为什么这台机会让大家如此的期待与紧张呢？因为它第一代是 A7S 嘛，是2014年推出的，然后 A7S2 是2015。它的第2代 A7S2 是2015年推出的，事隔今年呢，已经5年了，各位大家，你在上一代用了5年之后，哇，终于出新了，肯定大家都期待这个 Sony 新机会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我不知道，因为我手上还没有拿到。希望 Sony 看到我，可以借我来玩一玩，或者是送我也可以。你不送我也没关系啦，因为我都是这样子忠实的 supporter， 又买了这样多家，卖家也是Sony。如果你不送我的话，就有一点没有良心。没有啦，开个玩笑哈！你别从谁有sponsor我就剪水进去。哦，我相信大家还有一个很想要期待的东西，就是它到底多少钱嘞？不知道耶，还没有公开出来。希望它的价钱是少过10千啦。OK， 谢谢大家，拜拜。